听好了，下面我要讲的这件事可能会彻底改变你往后的每一个决定。这不是夸张，也不是恐吓，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地方，你曾经去过或者正在去的路上，他们看起来热热闹闹，甚至让你觉得不去就亏了。可你不知道的是，这些地方正在悄悄消耗你的身体，磨走你的好心情，甚至把你最宝贵的东西一点一点偷走。我今天就把它们一个一个拆开给你看，等你听完，你会恨不得把这些年浪费在那些地方的时间全部讨回来。先说第一个地方，那种天没亮就催你起床的廉价旅行团，你退休了时间多了，想出去走走，这没有错。可你一看到广告，上面写着新马泰10日游，价格低到让你不敢相信，你心动了，你马上报名，你觉得捡到宝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不是去旅行，你是去受罪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兴冲冲的拖着箱子出门，整个人瘦了一圈回来，脸都是青的。行程单上写的明明白白，每天早上5点敲门，叫你比闹钟还准时。你在大巴车上想眯一会儿，刚闭上眼，导游的喇叭就响了，不是介绍风景，是推销东西。这个景点明明可以逛1个小时，他给你10分钟拍照，然后马上吹哨子喊你走上车，继续推销什么乳胶枕头、土特产。到了吃饭的点，所谓的团餐端上来，那个虾头都是黑的，菜咸得你舌头发麻，一桌人面面相觑，谁都不想动筷子。你好不容易熬到晚上回到酒店，以为能喘口气，结果又通知你去免税店，不买到一定金额，车门都不给你开。你算算这笔账，你贴钱买难受，自己掏机票钱，自己掏饭钱，自己掏门票钱，最后花钱请人来折腾你的体力，消磨你的好脾气。我带过团，我知道什么才叫旅行。我带人去曼谷，早上让大家睡到10点，太阳晒到屁股了，慢慢悠悠起床，然后我领着他们去小巷子里找一间做了几十年的老店，那个汤底是用猪骨和大地鱼熬出来的，香到你鼻子都要掉进去，撒一把炸蒜，再来一碟猪颈肉，几个人分着吃，边吃边聊，舒服的不想动，这才叫旅行。旅行是为了享受，不是去行军。你60岁之后骨头脆了，体力差了，稍微走快一点都喘气，你去参加那种赶鸭子式的行程，一天跑5个景点，走2万步，年轻人回来都要瘫2天，你那副老骨头怎么顶得住？万一在路上晒出个好歹，或者吃坏肚子，当地的医院你叫天不阴，叫地不闻，医药费比团费贵100倍都不止，到时候你才后悔当初为什么要贪那点便宜，把自己搞成这样。我一直劝身边的朋友，这把年纪了，时间比钱金贵得多，要玩就找个风景好的地方，订一间舒服的酒店，睡到自然醒，然后去街市乱逛，吃当地的早餐，看当地的人怎么生活。你就算哪里都不去，在酒店露台上冲杯茶，看看远处的山和海，吹吹海风都好过被导游像赶鸭子一样赶来赶去100倍。有人说我不会外语怎么办？你手里那个手机是摆设吗？翻译软件打开，加一点手势比划，哪里都能混得开。笑容是全世界都通行的语言，你对着人家笑，人家也会帮你。真正的风景从来不在那些闭着眼睛都能背出来的打卡点，而在你慢慢晃慢慢看的过程中。你是愿意去做一个被人牵着走的木偶，还是做一个自由自在的老顽童？你心里一定有答案。第二个地方比廉价旅行团更隐蔽，杀伤力也更大，就是那些到处贩卖健康焦虑的养生讲座。这种地方多到数不清，他们专门盯着年纪大的人下手。可能一开始你去公园散个步，有个年轻人走过来笑眯眯，叫你叔叔阿姨免费帮你量血压。你心想这小伙子人不错，然后他告诉你过2天有个健康讲座，请了北京的专家来去听，就送10个鸡蛋或者1包挂面。你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，就跟着去了。到了那个地方，先给你做一套免费检测，把你全身能拍的地方都拍一遍，然后一份报告单甩到你面前，上面红红绿绿全是箭头，看得你心惊肉跳。紧接着那个所谓的专家上台了，穿着白大褂，戴着眼镜，指着屏幕上的图，语气吓死人，说你这个指标再高一点就要中风，那个指标再低一点就是老年痴呆，把你的血管图放大到像快要爆掉的生锈水管一样，好像你不马上清理，下一秒就要倒下去。台下坐着的老人家一个个听得脸色发青，手心冒汗。就在大家都六神无主的时候，专家话锋一转，开始搬出他的宝贝，什么几万块一张的理疗床垫，躺上去就能疏通经络，什么纳米能量水机，喝一杯等于给血液洗一次澡，还有各种胶囊口服液，号称能根治糖尿病高血压。这个时候旁边那个之前对你笑眯眯的年轻人就走过来，左一句阿姨右一句，叔叔叫的比亲生子女还亲，目的就一个，让你掏钱。
我遇到这种事从来都是笑笑转身就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这把年纪了，我做人有个原则，就是不要被别人吓死。以前有人劝我说，猪油胆固醇高，吃多了会堵血管。我说你见过，我阿妈没有，她活到90几岁，一辈子猪油捞饭，吃的不知道多香。又有人说动物内脏嘌呤高，吃了会痛风。我就问他，食物就是食物，这不敢吃那不敢碰，怕这个怕那个，病还没来，先被吓出病。如果为了多活2年，每天只能清水煮白菜，啃那些没味道的所谓健康食品，不能吃猪肉，不能碰甜品，不能碰任何让人开心的东西，这种日子我宁愿不过，吃得开开心心，就算短命2年，也好过愁眉苦脸硬撑到100岁。我跟你讲个最实在的道理，如果那些讲座卖的东西真的那么神，真的能治百病，医院早就关门了，诺贝尔奖早就颁给他了，他还要派鸡蛋求你去听吗？早就被人抢破头了。他们抓住的就是你对自己身体的焦虑，对衰老的恐惧，然后把这份恐惧无限放大，最后让你掏出真金白银买一堆昂贵的安慰品回家。那个床垫你睡几个月，腰该痛还是痛，你也不敢跟别人说，因为怕被笑话。甚至有老人家因为太信这些东西，把正规的药停了，结果搞到要进抢救室。养生是好事，但要讲科学。那种贩卖健康焦虑的讲座，给我再多钱我都不会去，去多了没毛病也给你吓出毛病。人的心情一差，免疫力就往下掉，你整天担心血压，血压反而更高。真正的养生说白了就几个字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遇事别往心里去。早上起来推开窗，吸一口新鲜空气，想想今天有什么好吃的，有什么好玩的，这比吃1吨补品都管用。第3个地方更加隐蔽，你甚至不容易察觉，但它的杀伤力一点都不小，就是那些充满怨气和攀比的亲友圈。你身边一定有这种地方，一坐下来几个人围在一起，话头永远绕不开张3李4。谁家的儿子没出息，谁家闺女嫁得不好，谁上个月退休金比你多几百块，谁的孙子考了第几名。表面上是闲聊，可每一句话都裹着酸味，每一件事都要比个高下。这种负能量就像感冒一样，是会传染的。你听多了，回到家里就开始心里不平衡，觉得自己命苦，觉得子女不够孝顺，觉得全世界都亏欠你，转头看老伴不顺眼，看什么都来，气好端端的一天就这样毁掉了。我始终觉得世界上最无聊的事情，就是在背后嚼舌根，或者任由别人对你的人生指手画脚。我宁愿一个人待着，也绝对不会凑这种热闹。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去处，就是九龙城街市。我跟你讲那里有多好玩，一走进去，那股生猛的烟火气扑面而来，什么怨气都被冲得干干净净。你看那个卖鱼的大叔把袖子卷得老高，一手抓起一条活蹦乱跳的石斑，往案板上一摔，手起刀落，刮鳞清内脏，一气呵成，利落得像个武林高手。隔壁菜档的老板娘一边麻利的择菜，一边扯着嗓子喊，老公又偷懒啦！转头一看到我，立刻变脸，笑嘻嘻地问我今天什么菜，新鲜那种地方。每个人都为了生活实打实地出力，有血有肉，有笑声有汗水，这种最真实的生命活力才能真正感染你，让你觉得自己实实在在地活着。你与其坐在那里听一耳朵闲话声，一肚子闷气，不如去街市逛一圈，买条漂亮鱼，回去清蒸路上再斩半只烧鹅，炒个青菜，简简单单。那种快乐踏踏实实，把时间浪费在攀比和抱怨上是最划不来的事情。60岁之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不要去掺和那些是是非非，不要跟人比退休金多少，你多2000块不会让你长生不老，少2000块也不会让你少吃一顿饭。过自己觉得舒服的日子才是正经事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你把自己身体照顾好，开开心心的，不给子女添麻烦，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支持。种点花，泡壶茶，在厨房里琢磨一道新菜式，或者约1-2个知心老友饮茶吹水，互相嘲笑一下白头发和肚腩，日子过得快活又自在。远离那些乌烟瘴气的圈子，你会发现空气都清新了，人都精神了。最后一个地方和你前半生的应酬有关，那些乌烟瘴气的酒局，我劝你彻底断掉。年轻的时候为了生计，为了所谓的人脉，难免要硬着头皮去冲，满桌子不应时的人举着酒杯，互相讲着口不对心的客套话，脸上堆着僵硬的笑容。明明对方讲的笑话一点都不好笑，你为了场面还得配合着干笑几声。明明自己已经喝到胃里翻江倒海，对方一句我干了，你就只能仰头灌下去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，但我告诉你，过了60岁，你可以彻底跟这些说再见了。你的时间和你那条老命一样金贵，没必要再去当陪衬，当别人的垃圾桶。
我喝过很多酒，最开心的永远是跟真正的老友在一起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有一晚我们几个人聚在一起，有一个朋友酒量很一般，偏偏又最贪杯，2杯白兰地下肚，脸就红得像关公，开始讲他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。什么被外星人绑架，说的眉飞色舞。另一个朋友实在忍不住捂着肚子，笑到眼泪都出来。我们几个人就这样在微凉的夜风里一边走一边胡扯，那种氛围，那种笑声，比什么好酒都醉人。因为跟对的人喝，话是投机的，心是完全放松的，这才叫喝酒。如今很多饭局完全变了味，坐在一起的是一群半生不熟，甚至头一回见面的人。桌子上摆满山珍海味，但空气里全是客套和虚情假意。每个人都戴着面具，你敬我一杯，我回敬一杯，喝到脸红脖子粗，称兄道弟。第二天酒醒了，连对方名字都记不全。这种场合你去干嘛？你去当陪衬，你去当别人的听众，听那些废话，糟蹋自己的身体。你到了这个岁数，每一条皱纹里都是智慧，不需要再靠酒局去证明任何东西。你的时间应该留给那些能让你真心笑出来的人。所以我现在基本不出席任何无聊的应酬，就算要喝，也是对着自己或仅存的几个老友倒一点顺口的威士忌，或者温一壶清酒，用手掌的温度慢慢转着杯子，配2片滋滋作响的烧肉，就那么慢慢抿，让脑袋放空。那种微醺的感觉，飘飘然才叫享受。要么就泡一壶陈年普洱茶汤顺滑，和老友天南地北地聊，讲年轻时的荒唐事，讲最近发现的好餐馆，笑得东倒西歪。喝酒是为了高兴，是为了助兴，不是去卖命。拒绝无聊的酒局，是对自己身体最起码的尊重。你把那些喝到酩酊大醉，第二天头痛欲裂的时间省下来，把那份精力和健康留给真正爱你和你爱的人，比什么都强。酒桌上跟你称兄道弟的人，你真进了医院，有几个会来看你？守在床边的还不是自己老伴儿，何苦呢？这4个地方我今天给你一个一个说清楚了。天没亮就催你走的受罪旅行，贩卖恐惧的养生讲座，充满酸气的攀比圈子，还有乌烟瘴气的卖命酒局，这些地方你尽量少去，最好不去。人活到60岁，就像一场宴席，已经上到了最后几道精华。这个时候最聪明的做法是什么？是把盘子里那些没用的配菜通通拨开，把那些虚的烂的占肚子的东西清得干干净净，然后清清爽爽有滋有味的去品尝那道真正属于你的好汤。你觉得一个人如果为了多活几年而把自己搞得愁眉苦脸，这也不敢那也不敢，这样的长寿有什么福气可言？不过是一场漫长的煎熬。人这一辈子什么都带不走，唯一能拥有的就是此时此刻的感受，是嘴里的滋味，眼里的风景，心里的安宁。所以我的人生信条很简单，不受罪，不听人下，远离让你不痛快的人，不做违心的事，把每一天都当成一场小小的庆典，见到一朵花开，吃到一只好叉烧包，读到一本有趣的书，都可以开心一整天。做人最要紧的就是开心，到了这个年纪更要肆无忌惮的开心。如果你觉得我这番话讲得有道理，记得转发给你身边的朋友，也别忘了在下面跟我说说你身边有没有那种消耗你的人，或者你现在最享受的潇洒日子是什么样的。有那个生闷气的时间，不如去街市买条鱼回家蒸，那种舒服比做神仙还快活。